好，說到大陸很多人失聯了，不見了，就他也不知道，所以两岸之間沒什麼聯繫。像如果國外的話，還可以什麼使領館去探視一下。本來馬英九的時候，我建議說兩岸應該是互設辦事處，就這個原因嘛。至少你台灣很多台商啊，尤其什麼稅啊什麼被抓起來關，沒有人能夠救他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回事。至少你去關切一下、了解一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協助嘛，通通沒有哦。兩岸這麼密切，我們去年賺大陸差不多1000億美金以上的這個貿易的順差，就居然彼此不相往來。現在呢說又增加了10個人，說2年半了，陸委會說累積通報有385個人被盤查失聯，我覺得這2個是不太一樣，盤查其實是無所謂的，失聯，然後呢基層公務員也難免，而且呢這次突然一個團4個人就不見了啊，到哪裡去不知道哦，全部失聯，結伴同行哦，所以到底這人去大陸怎麼回事？到底怎麼回事啊？不知道。AIT 的鼓勵原因是說要把台灣變成無人機的風潮哦，天上也是無人機，地上也是無人機，水上也是無人機，水下也是無人機。所以國台辦就很生氣，說你也是台灣的太上皇啊，要把台灣變成火藥桶啊！哦，那另外呢，這個說國立人這個對批國台辦對國立人指控毫無根據，美國國務院說亂講，我們國立人哪有像你們講的這樣，哪有像國台辦講這樣？我們要繼續幫助台灣提升防衛能力，因為無人機現在很流行嘛，你看那個烏克蘭，你看伊朗無人機現在大行其道哈，所以呢。這個國台辦批國立人是太上皇，梁文傑說這是最近的第2次攻擊了，連續罵了國立人2次了哈。那另外呢，這個 AIT 說美國對台灣的承諾跟政策是不變的，雖然國立人被國台辦批評，但是呢，這個美國承諾不變啊。那林濁水是說呢，靠 AIT 才通過國防預算，朝野不知道羞恥。哦，我覺得林濁水講的並沒有錯，本來這個責任誰的？是民進黨的嘛，賴清德的。為什麼？卓榮泰，你是執政黨，你當然要跟在野黨協商嘛，對不對？在野黨你提出什麼要求，然後我有什麼困難，大家得想，本來就應該這樣，不協商，然後彼此好像對立哦，跟敵人一樣，就反而變成老美要出來，來這個跟大家協商。從某個角度，實在我也覺得不符合政治的常態，但台灣的現狀就是這個樣子。我们看一下。陸委會示警，如果你要去中國大陸，被消失的風險恐怕不小。本周新增10名赴陸失聯的國人，其中有一團4人是全部失聯啊，目前不知還沒有掌握狀況啊。另外一個人是去探親啊，有一個人是去求職。然後另外4個人是不明原因。陸委會不透露這些案件細節，還在透過管道協尋失聯國人。數據統計，去年1月截至今年7月，國人赴陸共385人失聯滯留，其中157人失聯留置盤查30人，疑似遭關押有198人。我方人士被盤查可能不再僅限軍警和公務員，陸委會聲稱司法界也涵蓋在內。那詢問內容包括該名法官的職業啦，兩岸司法制度的差異啊，對中國大陸的觀感，然後還有宣揚兩岸交流。那公安人員事先已經知悉該名法官的身份，但熟悉兩岸的旅遊業者駁斥陸委會說法，強調單純市井小民到大陸旅遊並不危險，痛批是選舉年一到又操作抗中保台。陸委會不互動嘛，陸委會基本上就跟大陸來吵架委員會嘛，所以這個比較遺憾的哈。我方對赴陸過度政治渲染，也讓單純的旅遊上升政治議題。這個他盤查的這個部分哦，他梁文傑把那個大陸做得很邪惡哈，然後好像我們很純潔無瑕啊，對於大陸的人到台灣來的時候，好像都不進行相關的這個詢問或關切。這個在2019年以前，大陸人士還能夠到台灣來，用各種各樣的名義啊，觀光等等來台灣的時候，我們對於大陸方面有黨政軍背景的相關的人，甚至於退休的人，我們遠景也是會啊，我們的遠景還有相關的調查局的人也都是會去詢問啊，哈，去了解一下狀況。因為我有很多的，我講不是朋友，大陸上的朋友很多，我講的是我的親戚啊，我大陸有非常多的親戚哈，然後呢，他們到台灣來的時候，
對啊，他只要有這方面的這個背景，然後他們都會被關切的哈，就會去問。當然，就是詢問的方式。是不是詢問的方式也是蠻禮貌的啦哈？但是而且他們規範的很嚴，就對大陸的人到台灣來規範的很嚴。你這個參加觀光團的話，你也是不能夠隨便脫團的啊。所以說，弄得有的時候我還必須比如說我們就只能夠短短的到他們住的飯店啊等的地方，大家這樣見面聊聊。我覺得這個部分倒還好。但是那個為什麼會有一個團裡面的4個人突然失聯哈？所以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我覺得這件事情呢，我覺得一方面呢，就說我們現在呢始終還是不開放台灣的旅行社啊，組團到大陸去啊。我覺得這一點呢，其實對於我們台灣的民眾啊，在大陸的相關的旅遊安全的保障啊，是非常欠缺的。第二個，陸委會呢就完全是在一個失能的狀態啊。你現在公布這些數字，只是把大陸這個地方好像被妖魔化啊，但是對於你解決這個問題呢，完全沒有辦法產生任何的這個作用。而且呢，我就趙先生講過了非常非常多次啊，就是今天呢，大陸民眾對台灣的好感哈，其實才是台灣呢最重要的一個安全的一個保障哈，這是一個大資產。就是說當台灣，我們現在陸委會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斷的升高兩邊的這個敵意啊。然後台灣的團到大陸去，不管參加任何的活動，你都說他有統戰的目的啊。然後大陸這邊呢，他們現在也不到台灣，他們也沒放啊。然後對於大陸的這個學生呢，到台灣來的這個東西，現在的交流幾乎是接近於零。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呢，其實是對於兩岸這樣子日益升高的氣氛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啊。今天如果有越多的大陸的民眾到台灣來從事各種各樣的交流，當他們對台灣有好感的時候，當哪一天大陸方面的鷹派準備要對台灣採取一些武力行動的時候，他們才是我們最堅強的後盾啊！而且我要幫大陸的在台灣的媒體啊講一句話啊，就是呢，我們自從大罷免以來啊，那青鳥側翼所塑造出來的那種肅殺的氣氛非常非常的嚴重啊，所以說大陸的媒體呢，在台灣呢幾乎就是很低調、極其低調的哈來進行他的採訪。我就先不用提，就說陸委會方面有一個非常荒唐的一個規定，就是說，在台灣的這個陸媒，他們每個月是要交一定程度的報道，就是要對台灣是正面的這種報道。然後這些的大陸記者呢，到各個地方去採訪的時候呢，他們能夠掩蓋自己的身份，他們都盡量的掩蓋自己的身份，否則一旦被發現的話呢，他就會遭到民眾的那些的言語的攻擊，或者是被肉搜哈進行這個攻擊。我覺得這些呢，對於我們一個號稱民主自由的國家來講，是一個非常非常讓人覺得很羞恥的事情哎。對啊，這叫什麼新聞自由呢？來，世剛。確實啊，因為我自己在海基會工作過，所以常常去處理說我們台灣人到大陸，比如說失蹤啦，或是沒有跟家人聯繫啦，或者說是不是在當地有出了意外？那以前海基會跟對方海協還能夠做通報、做聯繫的時候，我就很有這個功能去問說，某某某他去了湖南省什麼什麼地方，然後呢跟家失聯，那請這個貴方來幫忙去找一找。那通常有的時候速度快，也許3-2週。速度慢一點，2-3個月，大概有時候可以得到一些回應。因為其實大陸的不能說監控系統，就是它的入境系統等等等等，其實它是管理的很嚴密的。這誰到了哪裡，他大家都知道。所以這個時候他至少有效，知道說這台灣人可能因為某些法律，有的人在那邊過去犯了一些行政法，比如說一些從事一些不正當的性交易，他不想15天，他不敢跟台灣人做聯絡。他就自己就在裡面，或者透過當地的台商就幫他籌那個錢出來。然後有一段時間他沒辦法跟他聯絡的時候，他就是消失不見。但是你這樣去文去回答的時候，他會至少會告訴台灣的海基會說，這個人某某某因為什麼原因，可能這段時間在哪裡。那現在沒辦法，現在只能靠台協，就是當地的台商協會。可是台協畢竟不是公權力嘛，他大概只能透過其他的這些朋友大致去了解。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自己本身兩岸的這種失能啊，就是官方管道的失能。所以我覺得陸委會去公布這個，這是每周統計嗎？我覺得是件很奇怪的事情。陸委會去公布這個，不凸顯自己是一個無能的單位嗎？凸顯海基會現在是完全失能嗎？那再來也是，你像以前大陸的一些黨政軍人來，甚至記者來，
我們的陸委會官員，然後情治機關相關人就大拉了，其實就請他們吃飯。对，多得很，也就是盘查，对，等于是，就講聽點說大家做個朋友，其實大家都很願意了解，因為台灣的這些機關也想知道說你們這邊團體、你們這些單位是怎麼運作的，而且還有一些哈，就說它變成是那個政府裡面一些鬥爭的籌碼，你知道嗎？就說有某某人被知道說哦，他的什麼某某的親戚哈，然後有什麼什麼的這樣的背景啊，然後呢，所以我跟他有這個私下的接觸，還會被內部的人拿來當做材料，當做材料哎，當做材料。所以我說台灣也沒這麼單純啊。我觉得梁文傑應該把盤查跟失聯分開了。盤查很正，到美國去很多人被盤查，老沈去美國搞不好移民官也問你有什麼罵川普哦。不知道了哈，那我有時候被盤查，以後問你來幹什麼一大堆啊，但是失聯就比較嚴重，對啊，不見了，失聯比較嚴重了，他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啊，到底是安全的問題，是出現什麼樣的意外還是什麼，你就不知道啊。休息一下再回來。好。在部隊啊，當到旅長也不錯，都要到上校，而且表現好才能帶兵嘛。第8軍團陸軍這個旅長呢，帶他隊上4個人到酒店去玩了整個晚上，還爽到天亮就被知道了。所以呢，現在這個旅長被拔官，引起高層的震怒然後呢調離現職，而且要處罰那另外呢，這個。還有圖卡，做了一個火速調查，確認屬實，調離現職，等待這個懲處說敢脫敢玩然後呢唱到喝到清晨從深夜喝到清晨，到一個某個制服酒店去然後呢，他把他這個後備旅的重要幹部通通帶出來了旅長。監察官少校、參謀主任少校、人事官上尉、軍官通通帶去了那另外呢，這個我們先看一下荷花酒。這名林姓上校旅長和其他的主管來到了高雄和平路這間 KTV 制服店狂歡。消息傳回軍中之後，軍方與派出所來到了現場，調閱了關鍵監視器畫面。現場路口好幾支私人和公家的監視鏡頭。軍方接到檢舉後，向轄區派出所求助，以調查官兵名義調閱畫面，確定有沒有拍到人，最終難逃電眼。出包的是陸軍8軍團後備旅的林姓上校，身為旅長，不時會出席後備指揮部的活動。這個月1號深夜，林姓上校帶着幾個校級幹部前往女陪侍的制服酒店狂歡，一路喝到隔天清晨4點多才離開。消息傳回軍中，高層震怒，展開調查。7號，軍方受命的調查人員找上轄區派出所前往酒店，以調查名義要求店家提供畫面，讓軍方掌握確切證據。還是國家顏面嘛，對啊，觀感上不是很好啦。當然不恰當，怎麼可能恰當？怎麼說？因為他們是軍官嘛，軍官就是代表國家嘛。如果他們這樣子幹的話，就是在有辱軍人的尊嚴還有顏面。事件曝光後，8軍團發聲明稿表示，高雄市後備旅鳳營雄區的林姓上校等4人涉及不當行止，調查屬實，立即拔官調離原職務，依陸海空軍懲罰法懲處。那六位，這我想我比較想要從個案的背後去探討結構的問題啊。好，就是大家在都覺得說，按照現在的國際局勢，這個台灣在國防的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要提醒的是說，除了花很多的這個資源去購買武器之外，其實人才是最重要的。你有再好的軍武裝備，你如果沒有一支訓練有素而且具有專業素養的部隊，那畢竟你的國防戰力是永遠都會有缺口的。所以我們在立法院等等，這個一直都主張啊，這個人力的補充其實是第一優先嘛。所以我們才修正了軍人待遇條例等等，不外乎就是希望這個國軍的招募能夠順利嘛。當你的兵源充足的時候，你才有條件做管理，不是嗎？你看，像今天在國軍缺兵少將的一個情況之下，這難免會出現，因為這個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難免會出現軍紀敗壞的形象。軍紀敗壞當然要依法處理，表現不好你要調離現職，你就調離現職；你要汰除，你該汰除你也要汰除。但是現在的狀況是我缺兵少將啊，我要調離，我就出現人力缺口，我變得很麻煩，左支右絀，我也沒有辦法好好的要求我下面的這
這個軍事官有更好的這個表現嘛，因為我的人就是不夠啊，我人不夠的時候，我只能不停的降低標準去滿足那個員額的數量。那在降低標準的時候，我都没有辦法去做合理的要求，你的戰力跟你的形象要怎麼樣來提升呢？那第二個我要講的是，像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他就進入了惡性循環啦。在惡性循環的時候，我沒有辦法好好的要求，沒有條件去做要求的時候，那出了事一定會被批評，被批評就影響國軍形象，影響國軍形象，招募就越來越不利，他就陷入這樣子的一個惡性循環。我真的提醒政府是要好好從源頭來解決這件事，你要把人找充足嘛，你充足的時候，你才有能力要求，要求之後才有能力建構有戰力的部隊。老沈，我是小农是我很佩服的，是國民党团裡頭新一輩年輕人哈，这是非常優秀的。但是呢，不過他剛才講那些，我聽不懂啊，就好像國軍的待遇不好，所以才要去花天酒地，沒有，是如果待遇提高了，就不會去花天酒地嗎？人夠多，你就可以強力的要求。我的意思是這樣。不是，我同意哈，就花天酒地也許也不是只有這個案，還有你不能看表象哦，因為大家都喜歡花天酒地嘛，只是沒有機會而已。所以呢，我覺得基本的問題我覺得基本的問題在於國軍不知為何而戰，不知為誰而戰。你知道，我們大概在這方面是全世界排名恐怕是非常落後的。我們只想着有事情日本會來，有事情美國會來，有事情我不會去，大概是這樣。所以我覺得顧立雄或者是賴清德，他們心裡到底有沒有數？心裡有數，說這些只是排給大家看的，真的會打不會打，反正沒有那麼一天。我是覺得這個是膽大包天。就色膽包天啊！他們不但是花天酒地啊，還是去選那種制服的。你把 keep 他穿制服的，為什麼要穿制服？不是脫衣服，幹嘛穿制服？不啊，你是故作忠厚，還是？我真的沒去過，你講吧，不是你去過，你告訴我。我跟你講，你真的社會常識很差，你看，所以你還得多學習。真的，他不曉得為什麼要穿制服。對啊，男人對穿制服的女性。有一種特別的，看起來就從骨子裡頭興奮起來。是嗎？那所以那個所謂制服不一定是要哪一種職業的，反正有制服的他就會興奮。這也是一種這個人性分布的一種比較旁邊的非常態狀況。所以他們喜歡看，比如說護理師的制服，高中學生的制服，這一類反正有制服的。他就喜歡看但大家有很多聯想了，說嘿，你看這個行業的女孩子，我也到手了。我覺得這個是很悲哀的，你知道嗎？這個是很令人感傷的。這個叫國軍不知芒果恨啊，隔海猶唱後庭花。你敢沒感覺呢？對不？就是他們心裡頭只是把這個當做一個賺錢的職業而已呢。真的整個帶彈。有一天要怎麼樣？真的有這樣嗎？你不要騙我！我跟你講，顧立雄、賴清德，你們都是混飯吃的，包括高層，所以你不能怪這個上校旅長。你們就是鋪一個場面，說我們在抗中我們是這個第一線，我們是島鏈裡頭這個自由的捍衛的第一線真的嗎？旅長都這樣了，我覺得我不太同意說這個旅長是特別的壞，但是是一個浮上水面的一個表徵而已啊。哪一個國軍告訴我說你真的是準備明天就噠噠噠噠滴噠滴噠噠噠噠噠就起來了，就上去了，殺有嗎？那你難怪他今天晚上，我跟你講，如果明天要殺敵今天晚上嫖妓就好像日本的神風特工隊，你知道嗎？今天晚上讓他嫖妓，我沒有意見。你又不上前線，又想嫖妓，可惡之可惡。但是你沒有那麼可惡，你的上司最可惡，好不好？國民黨委員到東沙群島去考察我們的海巡駐防，到東沙群島去了我天！那廖先祥這個委員說呢，他們是要守護中華民國領海，守護中華民國環境跟主權。所以到東沙群島去那說海巡署啦會扣船，大陸漁船幾個月就被他們扣了船了。那漁民被扣船怎麼辦呢？
也不能去捕魚啦，所以就有點害怕。那東沙群島呢，扼住了巴士海峽。我們看東沙群島，你看台灣海峽在這個地方，台灣嘛，台灣海峽東沙群島在這裡，有沒有？到汕頭、香港、海南島、菲律賓、高雄，到太平島遠一點，其實都在附近，所以這個地方很重要，扼住這個交通的要衝。這個叫紙上談兵，吹牛。反正他們這些委員是在吹牛。他反正去了嘛。你要控制台灣海峽的南部，你靠東沙島的幾個兵就可以啊。你吹牛。不，我剛剛也想到，他可以幹嘛？他把大陸漁船扣了總可以，漁船沒辦法。可是你看，我們那個日本跟菲律賓，就東部那個經濟海域的事情，我覺得我們政府對這個態度，要嚴正。特別是民進黨聲稱他跟日本關係很好，然後甚至也有在上個禮拜在網絡傳的很多就是卓榮泰的事情，然後關乎到林佳龍，也傳出說好像民進黨當時也有在幫自民黨來做一些競選的事情。那你跟日本關係這麼好，有些東部經濟海域的事情要想辦法突破解決，不然我們自己的漁民還有大陸會有借口介入這個事情。現在就這樣，日本在這裡了。菲律賓在這裡，所以他們說這海峽他們中間有些交錯的地方，所以他們有協議。那台灣呢？所以變成那台灣。我跟你講，我不喜歡吹牛說我有先見之明。就不久以前，就是日本跟菲律賓在台灣東部的海面在割那些海權的時候，我跟你說我跟你講，你應該透過美國喊住高市早苗不要動。是啊，因為那個一旦開始動的話，我告訴你，我們的那個東沙島。太平島就被切碎了，還有那個釣魚台，都會一個接一個問題都浮現出來，真的都浮現了。但是呢，我們的委員，小牛啊，你等於改天公業廖先祥，我要講不要惹事。我們台灣最厲害的就是要叫美國阻止啊。第二個呢，就不要惹事。可以定位我們是什麼台灣海峽南部的什麼？我跟你講，我們最忌諱的。就是展現假威風呢。我們假風一旦展現，讓看到港口好，你干呢？恁別的咖喱布嘞，你布了你的骨卡的折出來。有沒有日菲的這個事情？如果沒有美國在背後默許的話，他們不敢那麼膽大妄為，不敢這樣子做的啦哈。所以日菲那個劃定那個經濟海域的事情呢，就完全凸顯了，就是說我們政府呢在這件事情上面呢。他完全的就是還樂觀其成，對，他就是失去了我們應該有的立場。如果日菲今天沒有美國在背後默許的話，第一個他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第二個政府在第一時間的時候呢，沒有大聲的出來抗議哈，然後沒有來積極的爭取我們的權益，這個事情本來就是政府失職。第三個有關於東沙島的部分，美國向來沒有那個沒有對於我們在主張東沙或者是太平島這方面主權的時候，他沒有支持的。但是我們自己對於東沙的主權，對於太平島的這個主權，當然是我們自己要堅持啊。今天你不去抗議日本、菲律賓，然後不捍衛我們東沙跟太平島主權，大陸就來介入啦。現在的狀況就是如此啊。就說控制東沙就是控制巴士海，這不是我們委員講，這是國防研究院的學者去講的。他講的是說中共會有這樣子的意圖啦。那我們廖委員帶隊，他就只是去了解狀況而已啊。那我覺得這個本來了解海巡的狀況，關心弟兄執行的狀況，這個天公地道，我都去没問題。我記得去馬英九去過太平島，對不對？對，我印象，我記得当時美國也是反對他去啊，反对他去，他就最好去啊。我觉得就是你中华民国总统叫做魄力，你管他什麼反对不反对，休要再回來。